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明诗。最近过得好吗？在澳洲，朋友们都是在哪个行业工作呢？或者曾经在哪个行业工作过呢？那在工作当中，你是否因为超负荷工作、长期搬重物，或者是操作危险机器等等，自己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甚至是出现工伤事故呢？那如果在工作当中发现了安全隐患，或者发现一些工序流程有可能对自己以及身边同事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该怎么样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案例当中显示，有一些朋友在工作很多年以后，身体抱恙，甚至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最终呢危及到了生命。追溯这个原因，发现不可逆转的伤害是在工作当中持续积累的对身心的危害而导致的。那往往这种工伤事故呢，它影响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一个家庭，甚至是身边更多的人。但其实这些隐患和伤害在早期是完全可以预防和避免的，所以真的是让人很惋惜和痛心。那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咱们是否具备了这种在工作场所保护自己身心安全和健康的意识呢？如果说身心安全得不到保障，甚至是已经造成了工伤事故，咱们该向谁去寻求帮助呢？那作为雇主，应该对雇员尽到哪些责任呢？今天我们就帮朋友们来了解这些。在澳洲呢，有一个部门叫做安全工作局，英文呢是 Safe Work， 他们呢是专门负责监督和审查澳洲所有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的，来帮助雇员呢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指导还有监督雇主和企业是否为员工提供了身心安全的工作场所。那安全工作局呢，它是州政府在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以及在每个州的地区和区域都设有办公室，还有监管部门。那到底安全工作局他们的职责有哪些，可以为咱们提供哪些帮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新州安全工作局的督察员陆文婉女士来帮助咱们了解一下这些信息。我现在是在 Safe Work New South Wales 这个部门工作。Safe Work 呢就是安全工作局，这个呢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政府机构，我们是监管整个新南威尔士州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的。无论你是从事医疗行业、建筑业、制造业、农业，无论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还是你是合同工，或者你是一个在家自雇的工作人员，我们这都是属于监管部门的监管范畴之内。我们需要确保您的雇主可以给工人提供一个比较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我的职位呢是安全检查员，或者在香港是被称为安全督察。主要职责呢是包括我们会去调查工作场所的各项事故，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工人可能被货物夹伤，或者操作机器的时候受伤，或者建筑工地高空摔落，这些产生的工伤呢我们都会去调查。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会立案侦查。我们还会受理到公众的一些投诉，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派出这些安全检查员或者安全督察去调查现场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根据收集到的一些证据、一些信息，给企业提供改进通知，确保这个企业可以持续不断的给他们的工人提供一个比较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之后我们还会给公众提供大量的指导文件，并且进行很多公众演讲，确保各个企业无论你是在哪个行业，你都能了解到该怎么做才能符合这些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法律法规，这样你可以给你的员工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说到为各行各业的雇员保障自身的权益，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抽象不太好理解。那咱们就进一步来看一看安全工作局到底可以为雇员保障哪些方面的权益。这个是非常大的范畴，然后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行业给出不同的建议。就比如说你是制造行业，制造行业可能会有一些电路的危险，就是暴露在外面电线呀、年久失修的电路或者可能有一些机器，员工在处理机器的时候可能会把身体部位或者手什么的会卷进去，就是造成工伤。比如说在制造业，我们会给出如何让你的机器给工人更好的防护，保障你的电路安全。
那如果是在比如说建筑业的话，那我们更加着重的呢是在防止高空作业的危险。就你可能听到之前有一些建筑工人他们就是摔伤了，因为他们在高空作业。那我们如何防护它？如何搭建适合的脚手架，或者是搭建合适的梯子？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管理的范畴之内的。OK。然后比如说养老院，在养老院里面呢，他们可能有很多护士、护工，他们需要去把那些老人从床上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腰肌劳损。那这些腰肌劳损呢，也是属于我们管理的危害范畴之内。所以就是不同的行业，我们所侧重的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还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项目，就比如说我们会看新南威尔士在腰肌劳损的方面哪前5大是高危行业，那么我们会去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无论是大中小，然后给出我们的建议，如果比较情节严重呢，我们给出改进通知。看来这个建议啊，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因为不同的行业呢有不同的特点，出现的安全隐患和安全问题的侧重也不同。安全工作局呢，他们是针对具体的行业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或者呢是处理投诉和解决纠纷。那在跟文婉女士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她跟我分享了在她的工作领域看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来自东南亚社区的移民朋友呢，来到澳洲以后，工作是非常努力的，没有怨言，工作当中呢也很少跟雇主去提要求。但是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这些移民朋友对自我的身心安全的保护意识也是比较淡的，很多时候呢会忽略，平时呢也很少去积累相关的维权的知识。但是这样呢可能会导致啊，在问题出现以后呢已经晚了，因为呢已经对雇员自身的身心造成了伤害。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安全工作局的督察员文婉女士的建议。对的，特别是东南亚的社区，我们可能平时培养到的非常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雇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至少在澳洲，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不仅是雇主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更加需要去保障自己的健康，包括督促你的雇主去给你提供这样一个让你觉得安全放心的一个工作环境。不仅是你，而且你也要去照顾到你的同事，确保大家都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工作环境下。因为很多工作伤害都是可以在前期预防的，所以我们更想看到的是雇主可以给你采用各种措施，给你买更好的设备啊，给你戴比如说防尘面具去防粉尘啊，这样子可以让你持续不断的更好的更健康的去工作。之前咱们说到安全工作局 Safe Work 是州政府部门，在各个州和领地都有各自的办公室。那在一个州的范围内，不同的地区和区域也都设有安全工作局的办公室和监管部门，有专门监管市区的，也有专门监管各个地区的。一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工作场所的事故，或者是他们收到了公众的投诉，安全工作局呢都会视情节的严重程度，派安全督察员呢到工作的现场去调查情况。不同的州的安全工作方面的法律呢，是否会有不同呢？我们来听听新州安全工作局的督察员文婉女士是怎么说的。一般来说，不同的州呢，它是有一个模板叫 Model 健康与安全的法律，然后我们基本都是通过它这个国家出台的一个属于模板吧，然后各个州再进行改变。就比如说维多利亚州，他们可能改变的更多一些，然后新南威尔州可能更多的还是用国家的那个模板，没有很多的改变。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各州的他们自己，比如说这些安全督察、安全检查员，他们去了各个企业，然后他们觉得怎么样做什么样的法规更符合这个州的特性，这个州还有哪些侧重的行业，然后他下会去改变这个州所适用的一些法律。但是基本是一样的，基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企业可以给工人提供一个比较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在不同的州和领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你所在州和领地的安全工作局。那我呢会把不同州和领地的安全工作局的联系方式放在信息栏里面，朋友们如果需要可以去查看一下。那如果说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安全问题，雇员出于维护自身的权益，可以联系工作安全局进行反馈吗？
如果说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发现周边的企业有污染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生活健康，也可以反馈给安全工作局吗？那这个反馈它是匿名还是非匿名的呢？我们来听听文婉女士是怎么说的。如果您觉得工作场所中有安全隐患，无论是你觉得工作中可能粉尘太多了呀，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机器操作不太安全，或者是你觉得可能有高空作业的危险，但凡你觉得工作场所中有不安全的地方，或者比如说你是一个邻居，就是你在一个企业的旁边，然后你经常看到这个企业冒黑烟，然后让你就觉得我可能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旦你觉得有安全隐患的话呢，我们欢迎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反映给 SafeWork， 就是安全工作局。您可以拨打131050，或者呢，你可以下载有一个叫 Speak Up 手机应用，就是有一个手的标志。我们会有一个专业培训过的一个热线专员呢，他会聆听你所说的每一个安全隐患。而且呢，可以选择匿名或者不匿名。而且您所说的每一个安全隐患呢，比如说无论是暴露在外面的电线呢，还是紧急出口被堵上了，您说的每一项政府都会去调查的。工作安全局的投诉电话131050，朋友们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之间去拨打。如果说你需要免费的翻译转接服务，可以先拨打 TIS 的免费翻译电话131450。接通电话以后呢，请说 Chinese， 也就是中文，或者说 Mandarin 普通话，或者说 Cantonese 广东话。然后呢，就会有中文的工作人员来接听你的电话，帮你转接安全工作局的电话了。如果说雇员已经不幸发生了工伤事故，后续的一系列的工伤保险、医疗补助的赔偿等等，可以向谁去进行咨询和寻求帮助呢？如果非常不幸的您或者是您的同事已经发生了工作伤害呢，然后您对后续的工作伤害，比如说医疗如何补助这个后续的问题，工伤保险该怎么样照顾到您的话，这个是另外一个部门，它叫 CIRA 这个部门，然后它是管工伤保险的。然后这个电话我也提供一下，好的，大家需要。这个电话是1300-656-919。这个是管工伤保险的一个新南威尔士监管部门。如果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安全工作局的情况，可以登录到你所在州的安全工作局的网站，网址呢我帮朋友们放在信息栏里面。希望我们的视频内容有帮助到朋友们，也希望呢咱们能够增强在工作场所保护自身身心安全的意识，多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维权的知识。那如果说呢，你发现了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或者是安全问题，或者是工序流程，如果对身心健康有潜在的威胁，请及时跟你的雇主反馈和沟通，或者呢，你也可以寻求安全工作局的协助。那我们就一起把很多可以在早期预防和避免的伤害，及时的发现和改进，避免呢这个日积月累最终呢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能够在安全的场所身心健康的工作。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呢给我们留言提问。那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吧。